他是帝国皇子，但皇帝老子要杀他，太子要杀他，天下第一美女要杀他，所以他只能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特种部队自保，只能在酒后写出震惊天下的诗词，只能虎躯一震，将封地治理成世外桃源，让四方能臣武将皆来投。大夏帝国皇宫御书房前，雪花飘飘，天寒地冻。一名英俊少年跪立在雪地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似乎已经不再呼吸，没有心跳，仿佛已经是个冰冷的雕塑。他就是夏天，大夏国的九皇子。此时，御书房门缓缓打开，一股暖意从中散发出来，与外面的寒风相遇，形成了一片白雾。一个身穿四爪龙袍的青年走了出来，手中拿着一封圣旨，目光冷漠地扫视着地上的九皇子。这个白面青年就是太子，鹰钩鼻子高高挺起，眼中闪烁着阴鸷之光。他冷笑一声，打开圣旨，宣读其中内容：夏天已经年满16岁，按照皇室祖制，封为荒州王，明日前往荒州封地。随后，他取出一只玉碗，残破不堪，递给夏天，说是父皇赐予的。太子被夏天一顿嘲讽，不料却见夏天突然动了一下，仿佛有了生机。夏天的身体渐渐恢复了温度，呼吸和心跳也重新开始，似乎复活了一般。看到这一幕，太子惊慌失措，双腿一软，裤裆一热，跪倒在地，请求护驾。2名金甲侍卫出现，双刀劈向夏天，被秦贵妃及时挡下。夏天眼中闪过一丝冷笑，警告2侍卫，若再有动作，就是谋杀皇子之罪。2侍卫心惊胆战，收刀行礼。夏天也赶紧降低语气，虽然后怕不已，但他知道要想在这个世界生存，必须保持强大的威严。而太子却陷入了内心的恐惧和犹豫之中，他的阴谋或许已经败露。面对夏天的复活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。夏天双拳紧握，感受着身体的状况。尽管身形纤瘦，但他的肌肉却如经过锤炼的钢铁般强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具身体还天生拥有着神力，是一具强大的武者之体。兵王的灵魂与天赋神力相结合，注定了他未来的辉煌。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战争的时代，力量是最基本的保障。而夏天拥有的力量，无疑将成为他在这个乱世中立足的根基。大夏帝国是一个权力至上的世界，强者为尊，弱者被摧残。御书房内，夏周皇帝端坐在龙椅上，俨然一副王者风范。他的面容严肃，目光深邃，仿佛能洞悉一切。夏天跪在地上，对皇帝行礼，声音沉稳：“臣参见父皇。”夏周问道：“天儿，你是否怨恨朕？”夏天摇了摇头：“孩儿不恨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死，子愿死。”夏皇对夏天的品行感到满意，在所有的皇子中，只有你勤奋读书，明事理，朕心甚慰。但接着他又问：“若朕让你马上自绝于此，你可敢死？”夏天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。然而，夏皇并非真的想要夏天死去，而是在试探他的忠诚。夏天也明白这一点，他没有选择自尽，而是选择了更明智的反击。他冲向金龙柱，假装要撞上去，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方向，避开了柱子，撞进了一名老太监的手掌中。这个举动既展现了他的决心，又避免了被逼血溅御书房的尴尬局面。夏天赢得了这一场赌局，但他也被派往荒州，面对来自天狼帝国的威胁，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。秦贵妃则提出了自己的疑虑，认为太过匆忙，但夏皇却以天狼帝国集结边军为由，坚持让夏天明日启程，而且还决定将司马兰赐婚给夏天，让他们同行，解开彼此的相思之苦。夏天心中暗自警惕，他知道这背后必有阴谋。夏皇对他的不喜显而易见，但为何突然对他如此好心，却是一个谜。夏天在听到夏皇的指示后，假装非常开心地向他致谢，然后夏皇的脸色从阴沉转为晴朗，命令夏天回小夏宫准备行装。夏天顺从地跟着秦贵妃离开御书房，但在他们离去的背影中，夏皇神情复杂，无法准确诠释。片刻后，御书房门外，秦贵妃含着泪，紧紧拥抱着夏天，并在他耳边轻声叮嘱。他告诉夏天一个秘密组织乾隆会的存在，提供给他助力。夏天感受到母爱的温暖，承诺要活下去。他离开时，秦贵妃依然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。回到小夏宫，夏天召集了太监和宫女，通知他们他即将离开去大荒州救国，并询问是否有人愿意跟随他。只有一个年轻的小太监小白愿意跟随，其他人都不情愿。夏天将荒州王府的大管家支职交给了这个小太监，然后开始整理行装。随后，夏天开始整理贴身物品，准备离开。除了金银珠宝外，他准备带走大量书籍，因为在大荒州，这些书籍将会很有用处。而在小夏宫，其他太监和宫女纷纷表示不理解小白的选择，认为跟着九皇子等于找死。但小白坚定地拒绝了其他人的劝说，
因为他感恩九皇子曾经救过他。他们看着小白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惋惜。不久之后，守卫宫门的侍卫匆匆赶来通报，说有一群皇室子弟前来向夏天发起生死挑战。这些人声称夏天和他们有夺妻之恨，要在皇室生死擂台上论生死。夏天恍然大悟，意识到这是因为他娶了司马兰为妻。他决定不理会这些挑衅，等待宵禁后让他们离开。第二天清晨，夏天和小白驾着马车离开行宫。沿途，他们受到了其他宫廷侍卫和宫女的冷嘲热讽，但夏天并不在意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帝都最大的药店和西城门。在西城门，夏天早早到达，等待接收太子派来的雄兵。而在那里，他遇到了司马家的马车，上面站着一个绝世美女司马兰。她的美丽让夏天惊叹不已。两人交流时，夏天心跳加速，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。夏天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语气轻松而自信。司马小姐是否猜测我软弱无能，胆小如鼠？我为何还要求娶你？夏天的声音平稳而坚定。他解释道：因为我选择了走出皇宫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在那里我才能够追求自由，而不是苟延残喘般被束缚在皇宫中。司马兰眼中的轻视逐渐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意外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夏天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软弱废物，而是一个有着深思熟虑、计划周密的人。在太阳冉冉升起的朝阳下，司马兰心中的疑虑逐渐消散。他展现出对夏天的认可和尊重，因为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胆识让他感到惊叹。夏天接着详细描述了荒州的环境和历史。荒州是一个环境恶劣、凶险异常的地方，被流放犯人居住，充满了官匪混战和流血冲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前往荒州就意味着生死未卜。尽管夏天展现出的自信和勇气令司马兰震惊，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：你不担心前往荒州？夏天坚定地回答：怕有用吗？怕这些事就不会发生吗？怕就能活命吗？司马兰心中涌起一股敬佩之情。夏天并非胆小怕事的废物皇子，而是一个有抱负、有担当的人。他决定陪伴夏天一同前往荒州，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，他都将与他同行。夏天感激地笑了笑，意识到自己终于摆脱了司马家的杀机，可以专心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最后，司马兰举起手帕，发出了一个信号。城外的树林里突然涌现出一队司马府的死士，准备跟随他们前往荒州，为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。司马府的死士20人跪在司马兰的马车前，他吩咐司马哥带着物资车跟随荒亲王前往大荒州。司马哥领命后，率领着20辆马车出城，装满了粮食。司马兰为夏天准备了100担粮食，表示对他的支持。在大夏朝，100石粮食相当于很大一批，足以解决大荒州的缺粮问题。司马兰向夏天说明了大荒州的潜力，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。夏天对此表示感激，但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另一支部队吸引。一支由2个手持长枪的银甲小将领导的部队出现在城门口，他们带来了100名伤兵，显然是太子送来的支援。卢树和高飞自称为亲王的亲卫统领，并表示愿意与夏天同生共死。夏天对这支部队表示满意，尽管他们都是伤兵，但他们的战斗经验和忠诚是无可替代的。夏天要求他们脱掉铠甲和上衣，检查伤口，以确保他们的状态。虽然伤兵们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。夏天仔细查看每个人的伤口，他觉得这些伤疤是一种荣耀的象征，是他们与敌人搏斗的证明。伤兵们也因此而感到自豪，精神焕发，展现出了无比的战意。夏天对如树和高飞的选兵眼光赞赏有加，表示要记他们一功。马车里，司马兰对伤兵受伤的位置产生了好奇，询问司马哥其中是否有讲究。司马哥樱桃小口轻开，恭敬地解释道：小姐，战场上的伤势能反映士兵的作战情况，前方伤口可能是正面作战的结果，而后背伤则可能暗示逃跑时的困境或被同伴背叛。验伤是判断士兵经历的一种方法，虽然并非绝对准确，但却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手段。司马兰听后略感意外，不禁轻声自语：原来书呆子也懂得兵法。司马哥却有些担心地问道：小姐，您难道对荒亲王有好感吗？司马兰不以为然地回答道：废物，那是听信传言，真正了解一个人，还需见识他的为人处事。他认真地评价道：荒亲王虽然有些不同寻常，但他胸怀韬略，智慧非凡，远非寻常之辈。在另一边，夏天也有了新发现，这些老兵竟然都是罗圈头。他惊讶地连连点头，赞叹道：真是厉害。卢树和高飞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中疑惑不已。夏天察觉到他们的犹豫，笑着解释道：我对你们挑选的老兵很满意，这是一次优秀的选择，我会记功于你们。夏天在马车中向司马兰解释着
这些老兵的特殊之处，司马兰恍然大悟，这些老兵原来都是天狼国的骑兵，对于大夏国的战力有着重要意义。另一边，卢树和高飞也因为夏天的善意而感动不已。夏天则透露出自己略懂医术的秘密，表示这些伤兵并非无药可救。夏天的心思已经转向了如何利用这些战士，以及如何让他们在自己的旗下绽放光彩。夏天走到队伍前面，告诉众老兵自己有话要说。老兵们顿时安静下来，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信任。他们穿上军装，虽然破旧，却显得格外庄严。而夏天站在他们面前，眼中闪烁着一丝决然的光芒。他要做的事情将会改变他们的命运，也会改变整个大夏国的历史。夏天站在众老兵面前，目光坚定而炽热，他紧握双拳，声音洪亮地响彻整个军营：老兵们，你们是这个帝国的英雄，是这片土地上的守护者，你们的血液浸透了这片土地，你们的奋斗让这个帝国屹立不倒。众老兵们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动容和自豪之色。夏天的声音更加慷慨激昂：你们所受的伤不是软弱的象征，而是你们勇敢战斗的证明。每一道伤痕都是你们为了保卫家园、保护百姓而付出的勇敢牺牲。他的话语如同一股热流，灌注在每个老兵的心中，唤起了他们心中的战斗意志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你们是永不消失的光辉，你们的勇敢与牺牲将永远被历史铭记，你们的身影将永远矗立在大夏国的历史长河中。夏天的声音中充满了崇敬和敬意，他对众老兵的赞美之词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。虽然你们受伤，但你们的心依然坚强，你们的意志依然坚定。你们是这个帝国的脊梁，是这片土地上的英雄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你们都是无坚不摧的。夏天的话语如同一道光芒，照亮了众老兵心中的黑暗，唤起了他们内心的力量和勇气。我愿与你们共同战斗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共同捍卫大夏国的荣耀和尊严。让我们手挽手，肩并肩，共同向前，直到最后一刻。夏天的声音如同战鼓般响彻云霄，激荡着每个老兵的心弦，唤起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热血和激情。众老兵们听着夏天的演讲，心中涌起了无尽的热血和豪情，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。司马兰和司马哥也在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。夏天所展现的领袖气质和感召力，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他，想要了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在城门上和城楼上，士兵们也被夏天的演讲所感动，他们跪地行礼，表达了对夏天的崇敬和效忠。城门守将和老卒们也纷纷表示要维护夏天的名誉以及荒州王的威严。就在此时，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他们面前，夏天的得力助手小白跳下车，向夏天汇报了他的任务完成情况。夏天满意地点点头，对小白的表现表示赞赏。而对于以宫廷宝贝换取的物资，夏天淡淡一笑，只是要保证士兵们能够吃好。老兵们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禁感慨万分，终于有了可以享受的肉食。夏天示意让卢树和高飞留下，他们将成为自己的亲信，随时听命。小白则报告了从武库调配来的军需物资，让老兵们欣喜不已。于是，一辆辆装满物资的车队开始涌出城门。老兵们心情愉悦地注视着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有了这些物资，军队的士气将得到提升。夏天再次聚集众人，向他们宣布了前往荒州的决定，给予他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。老兵们毫不犹豫地表示跟随夏天，因为在他们心中，夏天就是他们的家。夏天心中一暖，感慨万分。他孤身一人穿越到这个世界，却在这群老兵中找到了依靠和归属。他吩咐车队先行，自己留下来面对太子的挑衅。他与太子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暗藏的嘲讽和挑衅，但夏天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。太子虽然心怀怨恨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手中的剑。夏天以轻松的姿态应对着太子的挑衅，嘲笑他尿裤子的糗事，让他无法反击。太子强忍怒气，阴森地问：“九弟，你知道天下第一美人是谁吗？”夏天摇了摇头，对于大夏第一美女司马兰的排名并不在意。太子似乎在向他传递一些信息：天雕州的大公主呼延朵，一个传说中的美人兼名将。据太子所说，她常年率领天狼大军入侵大荒州，抢夺资源和人口。夏天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内心却对这个传说产生了兴趣。太子的话仿佛点燃了夏天的野心，他决定前往天雕州一睹呼延朵的真容。如果有机会，他甚至计划将她俘获，作为自己的通房丫鬟，以此来彰显大夏皇族的威严。太子不断刺激夏天，希望他前往天雕州，却没有料到夏天竟然欣然接受，并且还与太子打赌，表示一定能将呼延朵抓回来。这让太子感到意外和愤怒，但他也知道夏天是个不好对付的对手。在城门前，司马健看到了夏天与太子的争斗以及他们的赌约，他暗中观察，意识到夏天可能有击退天狼大军的能力，于是决定支持他。太子在车厢中暴怒，
命令手下立即行动，想要杀死夏天。然而，一位神秘的黑衣人出现，提醒太子不要急于行动，以免破坏之前的计划。太子只能忍气吞声，重新制定刺杀计划。最终，太子离开了，而夏天和司马家人则准备动身前往大荒州。司马迁对夏天的志向表示赞赏，决定全力支持他。夏天也发誓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帝都北风肆虐，雪花飘飞。司马迁坐在马车中，外面寒风呼啸，他却神情淡然。车夫18忍不住开口询问，质疑抗皇帝密旨不杀九皇子是否值得。司马迁笑了笑，摩挲着青色胡须，解释道：九皇子的身份和重要性。他深谙当今圣上的心思，认为太子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，而司马家若与太子勾结，会加剧太子对皇位的渴望，使得圣上不能安心。因此，他决定让二小姐自己做决定，同时向卒卫营下达命令，保护小兰的安全，否则就集体殉葬。对于荒秦王，司马迁则表示不予理会，认为他如若死去，也只是一个不被真龙所容的平凡之人。在皇宫御书房，夏皇思维缜密，他心知肚明朝臣对自己的猜忌，但他内心深处的寂寞却无人能解。他对司马迁的行为感到好奇，并猜测司马迁的用意。老太监则谨慎地回答皇帝询问，认为只有真正的龙才能欺骗，外人若敢欺瞒，必遭毒手。夏皇对此大笑，称赞老太监的智慧。他对太子在大荒州设下的杀阵不以为意，认为九皇子的命运取决于他自身的命运。在帝都城外的桃花坞，夏天决定再次过夜。他考虑到亲卫营战士的身体状况，不愿他们在伤病状态下强行赶路，因此决定暂且在此休整。他安排大家在此过夜，进行疗伤休息，以保证明日更好地前往大荒州。夏天进入坞堡后，开始全力疗伤，恢复战士的体力。司马兰则心中充满了好奇，决定前去了解夏天的布置，希望这些安排能保证今晚的安全。